我跟我太太，我们是一个丁克家庭，住在成都，顶楼是做了2个卧室，我跟太太是分床睡的，2个人相对来讲比较独立吧。我太太比我大3岁，我见过的人里边的最大的一个学霸。以前的那个房子边上有一个建筑的这个装饰线条，她也在那个上面种了不少的这个花，有时候呢就需要上去浇水啦什么的，我看着就特别担心。我太太她是一个比较宅家的人，她更愿意的是去跟这些书啦、山啦、水啦、植物啦去对话，希望就是有这么一个稍微更大一点的空间让她去打理。这个房子呢大概有360平米，分了3层半吧。因为我们只有2个人，家的这个设计非常强调2个人交流的关系，整个空间全部把它开放了。1层呢就是开放式的这个西厨客厅吧，整个岛台做了3.6米的长度。太太你有时候在那儿做饭，你可以陪着她聊聊天。如果厨房也是封闭的，然后太太在里边烟熏火燎的弄了半个小时，我可以5分钟就吃完这个饭。你太太的这个感受一定是很差的。有时候会看看电视，太太呢就经常她会坐在沙发上面打一件她永远也打不完的围巾，她也是从头在学习，然后这个围巾呢她差不多已经打了2年了。地下室这一层呢，我们的层高是有4.9米，我们在这个地方做了一个半层的这么一个夹层，有很多灯，有很多的画，构成的是一个叫什么呢？你的这个精神空间。我们是把这个交通的通道就放在了房屋的这个正中，这个楼梯呢是贯穿了4层的这个建筑。你晚上吃啥？吃面了。不想就是在家里边可能做好饭了，需要打一个电话，你才能叫到人。在晚上回家，从车库这个门入户，会有一个感应的灯，然后它跟天井上面有4个这个灯联动的。我太太在1楼上面就可以看到整个天井的这个灯光亮起来，也会有一些安全感，觉得有人回来了。这种设计去完成一个我和我太太之间的这种无声的这种交流。我跟我太太从来就没有同步过，因为我们俩的性格差异非常之大。刚好有2个院子，前院就归她，种了很多月季、铁线莲、茉莉。我更喜欢的是这种观叶一类的植物，后院呢我们就完全归我，乌桕啦、玉兰啦、这个金合欢啦。但是现在也慢慢发现了有个问题，我太太的这个花儿越来越多的往后院在入侵。因为我老是要打呼噜，所以就一人做了一个卧室。我太太的卧室就专门设计了书桌，她经常会在那边处理一些相关财务方面的这种工作。在卧室呢，我是有习惯，我就躺在床上看书，书也是一个比较好催眠的这个东西，差不多1个小时人就会困了。我以前自己创业，做了差不多有15年的样子，大量的商务应酬，重的时候有160多斤。那时候你觉得再这样下去人会垮掉，你那时候对生活是没有要求，也没什么感悟的，反正你觉得家就是一个回去睡觉的这个地方。也是我太太的这个支持，当时说要结束这个公司，她没有任何过多的干预我。年轻的时候呢，你会被很多的物质啦各种各样的东西诱惑，患得患失的。而我太太呢她是一个特别稳定的人，真的就是我形容她就是像一个石头一样，水怎么从她的身边流过，跟她没有太大的这个关系。你讲一个并不好笑的笑话，她会笑；你讲一个并不那么悲情的故事，她会哭。这2个人之间能产生这么微妙的、这么直接的这种联系，反而是最重要的东西。家的这个建设对我的改变是非常大的，现在让我待2-3天没有问题了。我们频繁要到花园里边去这个打理植物了，去感受自然里边的空气、风、水、阳光。夏天一定会有蚊子，有苍蝇会到室内来，轻微的这种不舒适，更有一种生活的这个味道在里边。家是我们人的内在最后呈现出来的一种外在的反应，你就希望是自己能够思维活跃、行动自由，
这个就是人生的完满吧。